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小编曾在留言里看见有位佛友提出过这么一个关于邪淫的疑问：杀生或者堕胎是伤害了众生的性命，所以得到生命短命等果报；婚外恋或乱搞男女关系，则是伤害了别人的感情。但是手淫则不同，这完全是属于个人的行为，也不危害他人，为什么也算是邪淫呢？又为什么会折损感情的福报呢？伤害身体是可以理解的，因手淫折损情感福报，甚至有可能得不如意眷属，又是什么原理呢？今天小编就针对这些问题来为大家一一解答。首先我们再来强调一下什么是邪淫。邪淫实际包括了两重意义，第一种是邪，第二种是淫。那什么是邪呢？站在高一点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自他不二，自己也是众生之一，损害他人与损害自身皆非正业，所以自杀与杀人等同，自卫导致的伤身及耗福也属于邪中的一种。那么什么又是淫呢？淫的本意是过度的无节制的意思，正常的夫妻行为等新鲜期一过都是有节制的，这是属于正常性生活的范围，而自慰却是难以节制，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进入不断透支的恶性循环状态。所以没有过度的自慰仅仅只属于邪，而过度的自慰就同时兼具邪与淫的性质，因为它是一种不正当且过度透支自身的状态。当超过自己生命承受范围的过度透支时，就需要以关联性的透支为代价了，而这些代价就是以健康、尊贵之气、记忆思维能力、福报及感情之福的透支消耗。就像是一个水库，在水坝处打开一个口子，当这一部分的水被放掉之后，别的地方的水就又会漫过来补充这个流失的空缺，不断的流失导致不断的损耗，若离得越近，关联性越紧密的，损耗也就越大越直接。而淫欲心与感情是直接相关联的，比如欲望越大，对异性的吸引力也就越大，所以邪淫必定也会导致损害感情福报。下面我们再结合几个网友分享的故事来为大家解释一下邪淫。曾有位师兄感叹自己邪淫难戒，还彻底把自己的福报全都折完了。他感叹道，自己已经是一位大龄青年了，但是婚姻也依旧迟迟不见动静。虽然他现在各种学佛、抄经、放生，但依旧很绝望，因为他知道他一天没有戒除邪淫，就永远没有未来。针对这位师兄的说法，我们要先明确几点。首先，过度自慰的确是会导致一些感情福报的损耗，但是这位师兄实在是过于夸大这种损害了。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所导致的损害，甚至超过了邪淫本身。邪淫确实损害福报，但只有极为严重的邪淫，那种成瘾式的损害才会特别大，而一般幅度的邪淫导致的损害远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。不过凡事过犹不及，我们要正视邪淫的问题，知道邪淫的危害，也应尽量戒除邪淫，至少也要尽量降低邪淫的频率，但也不能过度夸大邪淫的影响，从而导致自己心理上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。现在的年轻人手淫所占的比例特别高，但大家都能正常结婚生子，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，为什么单单就这位师兄不能呢？何况他还在学佛、抄经、放生，别人都能有正常的婚姻生活，为什么他就不能？而至于姻缘没来，可能仅仅是时机没到而已，不用想得这么悲观的。万法新生，乐观的心态才会更容易感召如意的结果。如果一直抱着这种我的福报折完了的心态，很容易造成悲剧的现实。而反之，持乐观一点的心态，反而更容易感召来美满的姻缘。而且姻缘成熟的时间有早有晚，迎春花正月开，荷花6月开，个人有个人的开花时节。比如有些人命中注定28岁才可以结婚，那你25、6岁时，就算急得跳墙也是白搭。那场注定的婚姻如果还在长花苞，那么你就得多一点耐心，等它自然绽放的那一天到来。还有一位师兄有这样一个疑问，每年暑假他都会和朋友带孩子出去旅游一次，每年这样出去旅游花个几千元钱，这样会损自己的福报吗？因为他自从开始学佛，就已经认识到了福报的重要性，不想过分消耗。
另外，在吃饭的时候，别人吃3斤肉，自己不吃的话，也需要承担他们吃肉的果报吗？因为钱都是先拿出来放在一起，吃饭干什么的都从这儿出了。学佛以来，他都不想过分花钱，怕浪费福报。针对这位师兄的问题，首先福报是要用的，省着那么多福报干什么？我们只要正常使用福报，不过分铺张浪费即可。比如点满桌子菜，却又吃不了1/3，还不愿意打包，这就是不惜福。至于生活中的正常需求，乃至享受一下，都是可以的。走万里路，时不时的出去旅游一下，能开阔眼界，打开心量，所以旅游也是一种正常需要。不要过分刻薄自己，学来学去，学得跟乞丐似的。佛出世还现太子身呢。佛门中需要有苦行僧来表法，也需要有在家居士现富贵身来表法。个个学佛学得跟乞丐群体似的，只会让人对佛法误解更深。至于惜福的问题，可以看出时下学佛的群体中普遍流行着过分惜福的观念。福是种出来的，不是单单省出来的。1年不吃饭，不过省几千元，布施1元钱，舍一得万报，在福田中增加了上万的福报，你愿意选哪样？如果是没条件让人吃素的话，让大家吃3斤肉，不但没有任何问题，反而是一种功德。因为你点的话是点的3斤肉，而换成别人点，说不定会点一些现杀的动物，这就是无形中减少了他们由杀生带来的业报。哪怕让人远离杀生1次，也是一点小小的功德。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有邪淫使师兄消除邪淫恶业的经历给大家。这位师兄自上初中以来就一直有手淫的恶习，并且到现在为止从未间断过，因此他可以说是造下了无量淫业，罪孽十分深重。但是从2008年开始，由于一次特殊的缘分，他开始信佛。自上大学以来，大1、大2的时候，他一共陆陆续续追求过了5个女孩，但是全部惨遭无情的拒绝，这使得他的感情一直受挫，感觉自己似乎注定要单身一辈子。但是信佛后，他才开始幡然醒悟，正是因为他从初中开始造下的淫业，才导致了如今这样的果报。就这样，他念佛到了大3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在网上搜索该如何求姻缘的时候，结果搜到了一个办法，抄写4种清净明慧30遍后，就可以获得2元佳偶。于是乎，这位师兄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开始抄写，每天1遍，除非是特殊情况，不然几乎不间断。周围的人一开始看到后都笑他迷信，他却不管这些，继续坚持抄写。在抄到第48遍仍然没有任何效果的时候，他也开始有所怀疑了，在想网上这个可能真的是骗人的，怎么可能光是抄经就能得2元呢？可是就在他将要失去希望的时候，奇迹终于出现了。一个纯粹偶然的机会让他遇到了一个比他低2届的大一新生学妹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他当时许愿找一个从未有恋爱史的好女孩，结果遇到的还真是如他所愿。之后这位师兄便开始对学妹展开猛烈的追求，一开始学妹还不答应，在他抽空抄写完第49遍的第2天，学妹终于答应成了他的女朋友。这种神奇的感应，非亲身经历绝对不会知道4种清净明慧的力量有多大。对于一直邪淫造下淫业而单身的朋友，如果你渴望2元佳偶，你希望自己在情感上出现奇迹，4种清净明慧是绝对要去尝试的。一般来说，罪业轻的抄满30遍就会有感应，这位师兄属于最重的，所以抄了49遍才功德圆满，获至2元。如果更重恶业的，就必须108遍了。这个时代邪淫实在是太多了，比如各种混乱的男女关系，又或者说是各种婚前性行为、手淫等等，导致现在很多未婚者很难找到对象，而且即使能有幸找到另一半，也往往会出现各种不如意的地方。已婚者各种夫妻不和睦，家庭争吵不断，接着就是冷战、离婚，最终的结果就会导致各种孩子受苦，父母难受。同时，邪淫者自身的身体也很虚弱，而且事业不顺，运气也会变得非常差。其实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没有去消除以往的邪淫恶业，因此感召的都是此类苦果。正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
中的谐音的音，自然在男女关系之中皆痛苦的过。小编在这里呼吁有谐音史的师兄，可以尝试读诵或抄写4种清净明慧，或者是月光如来咒论，这2部经典专业对治谐音恶业。如能发心抄写100天，可让身心回归，健康祥和，正气显现，也可帮助未婚者斩断邪缘，降服淫鬼，促进找到如意伴侣，已婚者夫妻恩爱如意，家庭美满和睦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期待大家在视频下方留下自己的感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